克里米亚夜空爆炸连连，乌重创油库，俄击落自家战机。乌再袭俄境，变电站爆炸停电，多城陷黑暗。俄军付出惨重代价，械化部队全军覆没。乌军击退突击小组，俄军全线受挫。川普设红线，俄防线面临新压力，欧盟备战在即。2025年10月17日，乌克兰无人机和导弹对克里米亚展开大规模袭击，目标包括油库、弹药库和变电站。最新消息显示，17日深夜，新菲罗波尔方向传来爆炸声，乌军无人机群在半岛上空盘旋，俄军防空系统整夜运转，空袭警报一度响彻全城。据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乌军的第一波打击目标是加瓦尔基斯克附近的一座燃料库。多架无人机突破防线后，引发了连环爆炸。视频显示，现场腾起的火球冲天而起，照亮了半个夜空。天亮后，油库上空仍弥漫着浓浓黑烟。初步评估显示，该燃料库几乎被彻底摧毁，多个储油罐遭到严重破坏。虽然其规模不及日前被袭的费奥多西亚油库，但燃烧范围更广，损失更重，势必影响俄军的能源补给线。更令人震惊的是，乌克兰海军发言人普列滕丘克证实，在俄军防空系统慌乱拦截时，竟意外击落了本方的一架苏30战机，机尾编号为107。这一自伤事件在俄方内部引发轩然大波，显示出防空体系在高强度夜战中的混乱与疲态。俄方战斗轰炸机频道也证实了该事件，称这架尾号107的战机在尝试拦截无人机时坠毁，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一些俄罗斯媒体进一步指出，战机很可能是被俄军防空系统误认为乌克兰无人机所击落。这次事件显示，在高强度空中作战环境下，价值数千万美元的战斗机也可能因误判而损失，凸显克里米亚防空局势的复杂与混乱。与此同时，乌军的攻势不仅限于空中。克里米亚以西的黑海水域，乌克兰海军继续发动精准打击。乌方公布画面显示，其无人机摧毁了金伯恩沙嘴的一门风信子自行火炮，该地区是连接克里米亚与赫尔松前线的战略节点。此前，乌军已在此击沉俄方数十艘军船，使这片海岸线成为俄军的梦魇地带。更具象征意义的是，乌军首次公开展示了部署在黑海沿岸的吸血鬼地对空导弹系统。这种系统能搭载价格低廉的 OPKUS 精确制导火箭，用较小成本击落俄方无人机与巡航导弹，为乌军提供了灵活高效的防空火力。随着无人机与远程导弹的频繁出击，克里米亚已成为俄乌冲突的又一焦点战场。火光与爆炸不断提醒世人，这里不仅是战争的地理中枢，更是双方战略意志的试金石。乌克兰正以一场又一场低成本高打击的行动，撕开俄军防线的神话，而俄罗斯的防空与能源体系正在这场持续燃烧的战火中暴露出越来越多的裂缝。10月16日，俄国防部紧急通报称，一夜之间在多地击落51架乌克兰无人机，但仍有数架漏网之鱼命中能源设施，导致变电站起火，大范围停电。救援与抢修持续到天亮，城市一度陷入黑暗。据悉，这次被击中的是位于伏尔加格勒地区的巴拉绍夫斯卡亚变电站，也遭到打击。该变电站是一个500千伏的高压电枢纽，主要负责将伏尔加水电站的电力输送至俄罗斯中部地区，同时覆盖伏尔加格勒州新尼克拉耶夫斯克区、沃罗涅日州东南部以及萨拉托夫州西部的用户。变电站的受损不仅可能导致局部停电，还可能影响整个区域的工业用电供应，对当地经济与民生造成冲击。此外，萨拉托夫和恩格斯城市也在凌晨遭到多次空袭。据监测，袭击分为两波，第一波发生在凌晨1点至3点15分之间，城市上空记录到多次爆炸，工业区出现明显燃烧迹象，火光和烟雾蔓延至周边区域。第二波发生在凌晨3点50分至5点20分之间，袭击持续加强，部分基础设施再度受损，城市居民经历了长达数小时的恐慌和不安。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前一天，该州卢克石油炼厂才遭6架海狸2无人机突袭，
40%产能当场瘫痪，单日损失高达4亿美元外汇收入。而且此次袭击直接击中了该厂的 L-24-300汽油加氢裂解装置。这一装置的处理能力相当惊人，每小时可对24吨原料进行加氢处理，相当于每年可产高达30万吨汽油。这意味着炼油厂的核心生产能力受到了严重影响，若损毁持续，将对当地燃料供应链带来较大冲击。这些袭击是俄乌战争进入无人机时代的缩影。自2025年初以来，乌克兰无人机的攻击半径与精度已发生质变，从1400公里外突袭奥伦堡氦气工厂，到跨越乌拉尔山击中丘明炼油厂，乌军的无人机正从战术级玩具进化为能改变战局的战略利刃。俄军的反制同样激烈，伏尔加格勒市区被迫部署37辆铠甲 S1 防空车，电子战天线甚至树立在居民楼间。俄方宣称击落51架无人机，防御体系发挥显著，但事实是拦截率仅比去年提升6%，依然如同用胶带堵漏水的屋顶，防得住一夜，防不住连场轰炸。乌军为何频频瞄准能源设施？背后是战争经济学的冷酷逻辑。乌方使用的 FPV 无人机单价不到1000美元，而俄军每拦截一架，无论用导弹还是电子战手段，花费都以10万美元计，成本差距高达1000倍。换言之，乌军发起500架无人机群攻击的总开支，甚至还抵不上俄军发射一枚拦截弹的代价。这场廉价对昂贵的战争正在耗空俄罗斯的工业底气。截至9月底，俄境内38座炼油厂已有21座遭袭击，炼油能力下降40%，全国58个地区实施燃油限购。加油站排长队，民众彻夜等待，只为加满20升油。伏尔加格勒变电站的爆炸不过是这场能源焦灼战的又一道血口。另外，俄罗斯又发生重大爆炸事故，这一次地点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斯杰尔利塔马克市，一家名为阿凡加德的军工厂。当地时间清晨，一声剧烈的爆炸撕裂了工厂的生产车间，整个区域陷入浓烟与火光之中。据报道，爆炸威力极大，厂房结构被完全摧毁，碎片飞散数百米远，现场一片废墟。救援人员正冒着高温与坍塌风险，在瓦砾堆中搜寻幸存者。目击者称，爆炸后可以听到呼救声从断裂的钢筋与水泥板缝隙中传出。根据目前掌握的消息，已有多名工人被救出，但仍有多人失联。不同俄罗斯消息来源对死亡人数说法不一，有的称至少5人丧生，也有媒体暗示死亡数字可能远不止于此。当地政府暂未公布最终伤亡统计，只表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值得注意的是，这家阿凡加德军工厂并非普通企业，它隶属于俄国的军事工业体系，长期负责生产导弹零部件与航空工业用材料。近年来，由于俄乌战争爆发，该厂工作量急剧增加，生产线几乎全年无休。爆炸事件发生后，外界对其安全管理状况产生强烈质疑。有俄网友指出，许多军工厂在战时为了赶工，忽视了安全标准，导致事故频发。也有人怀疑此次爆炸与乌克兰的远程打击或内部破坏行动有关。不过，目前没有官方证据支持这一说法。从战场延烧到后方工厂，俄罗斯的战时阴影似乎越来越深。无论这起爆炸是意外还是蓄意，最终承受痛苦的仍是那些在生产线上默默工作的普通工人。镜头之外的俄罗斯，如今正在以另一种方式体会战争的代价。乌克兰前线也传来震撼消息，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尤其是多布罗皮利亚，已经成为一座铁针，不断吸引俄军兵力与装备，却被乌军的复合火力碾碎。据悉，乌克兰武装部队第1军团亚速部队与第82空降旅的战士，他们在黎明时分迎战一支由俄军机械化部队组成的突击群，对方动用了9辆 BTR-82A 装甲运兵车与1辆 T-80BV 主战坦克，企图以钢铁洪流撕开防线。然而，结果却是一场彻底的毁灭。乌军火炮精确开火，同时搭配 FPV 自杀式无人机与轰炸型无人机，将整个俄军突击队拦腰斩断。战场上接连出现燃烧的 BTR 与冒烟的坦克残骸。据战报确认，
8辆 BTR-82A 与那辆 T-80BB 坦克全部被摧毁，无一幸免。这次行动再次展现出乌军在战场上结合火炮与无人机的灵活战术，也显示出亚速与第82旅的高效协同能力。为了压制乌军无人机的作战效率，俄军近期尝试利用雨雪天气发动进攻，并进行了多次机械化攻击。所谓大规模，每次出动的坦克和装甲车甚至不超过50辆，但在目前的战场环境中，这已经是俄军难得能够组织起来的行动了。从互联网上流出的战场视频来看，机械化进攻收效有限。在乌军无人机和炮火的交叉覆盖下，俄军坦克、装甲车甚至摩托车和徒步士兵都难以通过。仅一段长约1公里的道路上，就留有47辆装甲车的残骸。乌军方面的数据表明，用无人机摧毁俄军装备的成本远低于消灭士兵，摩托车或徒步士兵反而更灵活、更易生存。这迫使俄军几乎放弃大规模机械化进攻，更多依赖步兵夜间匍匐前进。但即便如此，90%俄军渗透小组未能活着抵达目标。乌军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迪下达命令，波克罗夫斯克方向 FPV 无人机消灭俄军的速度必须超过敌方兵力补充速度。后勤车辆被摧毁，燃料和弹药不足，使俄军无法组织有效的规模性进攻。尽管付出重大代价，俄军在多布罗利亚仍取得局部进展，重新控制尼卡诺里夫卡和扎特肖克，而乌军则成功夺回弗拉基米里夫卡，并推进至马亚克。乌军总参发布战报称，在波克罗夫斯克防线过去1天内进行了3.4平方公里的搜索与歼灭行动，突击部队推进1.6公里。为规避乌军空中监视，俄军曾尝试通过地下管道进行渗透，但在波克罗夫斯克也失效。乌军用建筑垃圾封堵地下排水管道，地雷破坏天然气管线，使地下渗透行动几乎不可能实施。执行这些行动的俄军士兵面临狭窄空间、有毒气体以及一旦被发现无法撤退的巨大风险，成功率极低。网络上多段失败视频显示，这类行动伤亡惨重，甚至被删除。除此之外，乌东地区的一个俄军弹药库在10几个小时前被乌军命中，引发剧烈的2次爆炸，火光冲天。乌克兰的反击行动正在全面升级。最新消息显示，乌军不仅在库尔斯克方向成功击退俄军突击小组，还对俄方的指挥系统发动了精准空袭。据诺尔报告披露，当地时间10月16日前后，一支俄军特战分队试图从库尔斯克方向渗透进入乌克兰境内，却在行动初期就被乌克兰钢铁边防旅发现。经过短暂而激烈的交火，乌军成功清理了这支渗透部队，并在火炮掩护下反攻俄境，攻下了数个前沿阵地。乌总参还通报称，库尔斯克俄军伊斯坎德尔导弹营一座雷达综合体及装弹车被击中。昨日凌晨，乌军无人机袭击俄本土萨拉托夫能源设施，工业区火光冲天，恩格斯空军基地被迫关闭。战场视频显示，库尔斯克边境地区的森林地带已成为乌军新的防御缓冲区。近期，乌军在库尔斯克和别尔哥罗德方向的袭击明显增多，行动范围不断扩大，部分小分队甚至已深入俄境数公里。在苏梅方向，乌军已推进至奥列克谢夫卡。俄罗斯媒体报道称，该地几乎失守，乌军控制了中部和南部区域。而大批增援的俄军在抵达前线前就被乌方无人机击毁。利曼方向，俄军扎里奇内前线进攻被击溃，大批士兵在谢列布良斯克森林中失踪，关闭通讯以躲避乌军追击。扎波罗热方向，俄方宣传员在前线遭乌军击毙，多地的俄军阵地持续受到打击。乌军新部署的吸血鬼火箭系统显示出高性价比，能有效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与此同时，乌美联合研发的阿尔特弥斯 OM-20 无人机已完成测试，航程达1600公里，可携带45公斤高爆弹头，将很快列装乌克兰、德国与美国军队。在赫尔松方向出现一幕特殊事件，俄军袭击了运送人道主义物资的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车队。局长奥列克桑德尔·普罗库金表示，这支由4辆卡车组成的车队遭到精确打击，一辆被炸毁，一辆严重受损，
两辆幸存，所幸无人伤亡。目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抵达美国，此行核心目标是与总统特朗普会谈四大议题，首先是敲定战斧巡航导弹及其他远程武器援助，其次讨论地区安全问题，第三推动美乌矿产合作，第四希望加入特朗普主导的金琼导弹防御计划，以获取更多先进防空系统，显著提升乌军防空能力。尽管外界对战斧导弹炒作甚多，但短期内20至50枚的数量并不会改变战场格局。历史经验显示，战斧的威力主要在于精确打击和斩首行动，如1999年仅用6枚导弹瘫痪科索沃奥博维拉空军基地跑道。此次武器转移更多具有政治意义，标志美国对无远程打击能力开放的态度。美国防长海格塞斯已宣布，战斧交付方案已基本确定，只待特朗普签署。与此同时，美乌互动的背后还透出外交博弈的微妙。泽连斯基抵美前，特朗普与普京进行了2个半小时的通话，讨论俄乌停火、战斧导弹、经济关系以及中东等议题。外界认为，克里姆林宫显然意识到美乌会谈将给莫斯科带来压力，试图争取外交主动。据悉，这可能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最戏剧性的一次通话。特朗普在通话中语气轻松，却句句带刺。他说：“你介意我送几千枚战斧去基辅吗？”据他本人转述，普京显然不喜欢这个主意。而克里姆林宫方面也迅速证实了这一通话。普京助手乌沙科夫表示，普京已明确告诉特朗普，这批导弹如果交付乌克兰，不会改变战场格局，但会严重损害美俄关系。换句话说，战斧未必能赢得战争，却足以撕裂外交。英国金融时报随后分析称，白宫内部确实在评估援乌战斧的可行性，但规模远不会是几千枚，而是20到50枚，用以测试俄罗斯与西方的反应底线。不过，就算战斧真的入场，乌克兰在初期也不太可能被允许打击俄罗斯本土。美国将为这些导弹设下攻击限制，防止局势失控。但按照以往的经验，这样的红线往往撑不过几个月。就像风暴阴影和 ATACMS 导弹一样，从只准打前线到想打哪打哪，一步步松绑。接下来，特朗普将与泽连斯基正式会晤，而战斧导弹无疑将成为核心议题。更令人关注的是，《纽约时报》披露，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好了转让预案，只等特朗普签字。外界认为，无论公众对川普有何好恶，理解其行为逻辑至关重要。作为前美国总统，他不会允许俄罗斯在乌克兰吃干抹净，也不会支持乌克兰完全夺回所有失地。川普更强调，通过实力博弈达成妥协，美国的利益是核心考量。他的策略包括前期的利诱，以及针对俄罗斯石油供应的干预，目的都是为了在美俄和乌克兰之间找到某种平衡点。正因如此，在分析川普的行动时，应当以其总统角色和战略目标为出发点，而非简单贴标签。未来的国际局势和政策走向将在这种实力与妥协的博弈中逐步显现。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德、英、乌3国防长于10月16日签署联合国防协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德国与英国承诺将在资金、武器、技术及军事培训上全力支持乌克兰作战，这实际上构成了一份准军事同盟。北约成员国的这一举动，意味着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面对的不仅是乌克兰，还包括德英2国的直接支持。军事专家指出，这份声明体现了北约对乌克兰战争的态度，并增加了俄罗斯战略压力。但从长远看，俄罗斯的全球军事能力与欧洲整体力量差距明显，消耗3年半的家底已被掏空，而欧洲军事机器正逐步提速。欧洲议会委员会日前还支持了一项草案，计划自2026年1月1日起禁止欧盟进口任何俄罗斯天然气，包括液化天然气。例外仅适用于在2025年6月17日前签订、有效期至2027年1月1日的合同。草案还允许能源运营商以不可抗力为由终止合同，为未来全面禁令提供法律依据。对此，普京直言，欧洲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指出，部分欧洲国家在政治压力下拒绝购买俄罗斯能源，导致能源价格飙升，工业产出下降，
德国经济持续下滑。另外，荷兰防长鲁本·布雷克尔曼斯宣布，将向乌克兰追加9000万欧元援助，并在北约会议上呼吁各国进一步扩大军援。挪威政府也提出了2026年国防一揽子计划，总额达1800亿挪威克朗，其中包括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挪威克朗（约69亿美元）的军事支持。Politico 还透露，欧盟委员会已要求成员国在未来5年内为可能与俄罗斯的全面战争做好准备，理由是莫斯科的军事化趋势正在成为欧洲长期安全的最大威胁。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